尊敬的面粉们好，我是面具人。今天你们赚钱了吗？今天是平安夜啊，祝大家圣诞快乐！也恭喜我的抢到了企鹅 IDO 的会员朋友们、观众朋友们、面粉们，你们可以看到企鹅的 IDO 目前呢已经是3倍打底了，恭喜各位又赚到钱了！恭喜能及时的收看到面具人发财消息的各位观众朋友们。那我今天呀还有发财的消息要告诉你们，那这个咱们在节目后面再说。哎呀，这一说到圣诞呀，墙内的朋友们现在好像是不能过圣诞节的，在墙内过圣诞是犯法的。去年听面具人节目，听面具人的建议出国的观众、散户们，包括会员们啊，现在的日子轻松很多了。有很多我的会员，包括之前通过我出国的人啊，也给我发来了很多的圣诞祝福。新房子住着啊，永久产权，火鸡吃着，圣诞节过着，对吧？去年听面具人建议，你看好不好？哎呀，真的，我告诉你啊，国内这几年真的是不太平呀。最近呀，又出大事了，出大事了。今天我要讲哪几件大事呢？第一个呢，就是印度神童最近又预言了，还有那个大陆这边呀，习近平已经开始提倡贷款生孩子了。很多网民都在网上吐槽共产党让老百姓贷款生孩子的政策，说这个政策太坑了，怎么了？但是面具人，我想告诉你们，这个政策对你们来说已经算很仁慈了。各位面粉们，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啊，你们见过地狱吗？你见过没有？见过地狱吗？没见过是吧？你们看完今天的节目就能明白了。那好，节目开始之前呢，新来的观众朋友们就请打开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顺便呢把这个节目转发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取本月的神秘大奖，是一个能让你们每个月赚上几千块钱人民币的神秘大奖哦。当然了，港台朋友也可以参加，我只是说是以人民币为计数单位的，你们也可以赚港币、台币啊，没有任何风险。这个名额是我送给你们的哦。好，咱们先来说一下印度神童的最新预言啊。看起来呢，这个小家伙又要唱空加密货币了。近日，全球经济、股市都在波动，都比较颓势，比特币等加密货币的整体市场啊，也基本都在下挫。就在这个节骨眼儿，印度神童呀，阿南德呀，在12月16日发布的最新的影片中预言，世界经济会在接下来的6个月受到巨大的影响，并且呢，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恢复。还有一个重点啊，就是印度神童他说了，加密货币即将处于非常阴暗的日子。为啥？他这个理由比较奇葩啊。他说的是，因为距离2020年12月19日至12月27日左右发生的星象大合相不足1年，又经历了580年来最长的月食，更进入了这一次卡拉萨帕瑜伽的罕见天象，天王星、海王星和冥王星都在其内。那这就表明了经济肯定会在接下来的6个月内受到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在2022年3月到4月之间。不过这一次阿南德不光是唱空了啊，他在唱空的同时还给出了2022年的投资建议。他认为呢，这3类物品可以投资。那究竟是什么物品呢？究竟是哪3类呢？我等会儿给你们揭晓啊。哇，卡拉萨帕瑜伽萨尔帕瑜伽，什么天王星呀，月食呀，这个银河漫9天呀，看完这个印度神童的预言，面具人我觉得好高深呀。反正面具人我是没太看懂，不过大家都喜欢这类话题，什么五行八卦、命理玄说、鬼神预言之类的。那面具人我就站在一个心理学研究者的角度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吧。阿南德他重点的说了，
在卡拉萨尔帕瑜伽期间，政府对人民的控制会急剧增加，还有呢，对加密货币的监管也会大幅增加，加密货币市场会处于非常阴暗的日子。说的挺有道理的，没问题。而且呢，这种现象也确实发生了。其实这个现象呀，面具人早在去年、前年都已经给大家预言说过了，对吧？老观众朋友们可以给我作证啊！我当时是不是说全世界各国政府都会趁机右转，走向新极权主义啊，高科技奴隶制，对不对？我当时不下于几十期的节目都说过这类话题，对吧？那面先知，我可比他印度神童早了1年多甚至2年，预言到了今天的这个场景了。那究竟是面先知牛逼呢，还是印度神童牛逼呢？不要说我以大欺小啊！其实这中间呢有一定的科学原理，等会儿告诉你们啊。还有那个对加密货币市场的监管，我当时也预测过了，对吧？那为什么各国政府会加强对加密货币的监管呢？我告诉你们啊，这个是各国权贵们都要做且必须要做的事儿。权贵们不就是靠控制老百姓而赚钱的吗？如果说权贵们控制不了韭菜们的钱袋子了，控制不了韭菜们的劳动力了，权贵们就相当于失业了。权贵们就是靠畜牧圈养老百姓而赚钱的，而维持自己的奢淫的生活的，对不对？好，我现在呀要来给大家揭晓一下阿南德在2022年的投资建议啊。他认为黄金、白银和农业用地是可以投资的。他解释到，2022年是木星年，会在金银领域中发生数字革命，比如那个数字黄金、数字白银之类的，对吧？那这个风各国政府早在几年前都已经吹过了。那阿南德对于加密货币，他认为啊，这个加密货币、比特币之类的，则只能做长线投资。至于农业用地，阿南德强调，并非从货币的角度去看，而是从自我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去看。总结一下，白银、黄金、数字白银、数字黄金，加密货币长线持有，做长线，对吧？玩长线，包括这个农业用地，阿南德的这些观点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些投资方向都是非常正确的，尤其是加密货币，做长线的风险肯定是比做短线波段要小很多，只要你选的这个盘子、这个币、这个品牌没问题，对不对？如果说选的品牌有问题了，不管你是做长线还是做短线，你大概率都是亏的。总体来说呢，阿南德的这几个投资方向都是对的，可问题是，这种投资的分析，这种方向的选择，是任何一个经济专家都能算得出来的，对不对？是任何一个经济学者，包括懂经济学的人都能判断出来的。你看，农地自古以来就值钱呀，从未变过。除了中国共产农民的土地中国的农民是全世界最可怜的农民中国的人民是没有任何土地权的。当然了，其他国家的农民那个生活还是挺滋润的。至于政府控制加密货币，包括加密货币长期持有的价值，这些都是和政治的发展、经济的走势有关的。比如你2年前拿比特币和5年前拿比特币和现在拿比特币，那个收益、那个涨幅是一目了然的，对吧？也包括其他的加密货币，比如以太坊呀、狗狗币之类的这些都是非常典型、非常明显、清晰的例子。所以说呢，这些话也不一定轮得到印度神童来说总结一下，印度神童确实神，很多事情也都让他判断对了。这个印度神童也确实是政经领域的个中高手，而且你看这个家伙，他年纪非常的小，
年纪轻轻，他的内力就已经如此的雄厚，真是自古英雄出少年啊！怎么说呢？讲故事的人是聪明的人，听故事的人不是傻子就是疯子。印度神童他肯定是有非常强的政治嗅觉，包括经济分析能力，他讲的东西也是基本符合经济和政治的科学规律的。在这方面，他如果比你强，那就是他来说你来听，而且呢，他的判断基本上没有失误的话，那就相当于预言实现了，对吧？其实这家伙挺厉害的，我挺佩服的。很多像他这个年纪的小孩啊，别说是判断政治经济了啊，有些小孩连鞋带都不会系，连西红柿炒鸡蛋都不会做啊。这马上到2022年了，这是一个新纪元啊！我告诉你们，在2022年会有新的加密货币的商业模式出现。究竟是什么商业模式呢？免先知，我现在先不说，到时候呢，我就会给你们揭晓的。你们只需要把面具人的节目的这个订阅和小铃铛打开，顺便呢告诉你们啊，提醒你们一个赚钱的点。那就是各位想要赚钱的话，拿到那些个几十倍的早期项目的预售，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一次的企鹅的 IDO，刚预售结束就已经4倍3倍了。如果说你们想要赚这方面的钱，比如说拿到 Axie 的土地宝箱，拿到塞拉的宝箱，那就请多留意我的节目，打开小铃铛，一定要打开小铃铛，否则呢，你不一定能非常及时的第一时间的跟到我的节目。当然了，加面具人的会员更稳。我的第二个投资建议呢，就是企鹅币。企鹅币接下来呢还会有几个 IDO， 最新的一个呢可能会在下周揭晓。而且还有一个重点事情啊，那就是企鹅币会通过2个 IDO 完成它的短期通缩，然后呢？然后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懂经济的啊？一旦这个币在短期内完成了通缩以后，它接下来拉盘就会非常容易，对吧？然后呢，就是快速上涨，对吧？别怪面具人，我没提醒过你们哦。好，来说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啊，那就是贷款生孩子啊。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明白不？你们每个人生孩子就是给政府提供劳动力，提供新鲜的韭菜，生孩子就是给统治阶层的权贵们剥削的。聪明的政府他们会适当的给这些牲口们生育机器们这些人民们让他们生孩子，给他们点福利，这才叫做科学畜牧、科学圈养。这一点呢，西方国家就做得很好。你们可以仔细的观察一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嫌人口多的除了中国。当然了，中国现在也不嫌人口多了。各国都在努力的鼓励他们的韭菜们生新韭菜。为啥？要是没新韭菜了，就没人搬砖，没人干活了，这些权贵们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对吧？可是人家西方人懂得科学发展，但是呢，这个红色贵族他们就是野蛮收割、暴力收割灭绝式的畜牧。现在逼你生3胎4胎，你生不起，行呀，我给你贷款我借你钱让你生，对不对？但是你们想一下红色贵族这几年的政策真的是割韭菜要拔根呀。虽然说很多这个小粉红韭菜们，他们嘴上高喊着爱国，但是呢，人呀，他是有本能的生理应激的。如果说这个生活环境让你遇到危险了，生活环境让你活不下去了，你只是心里面虽然说爱国，但是你的身体已经开始抵抗了，你就是生不下来，你就是硬不起来，你就是不想生，对吧？这个是生理反应，谁也控制不了，跟你的思维意识形态没有关系，对不对？而且现在这个经济压力这么大，很多人他确实养不起，但是
红贵们他们不能没有新鲜韭菜呀，所以呢，看给你贷款啊，借你钱生孩子。面具人，我在这里啊，想要告诉你们，借给你钱让你生孩子，这个政策已经算是很仁慈的啦。红贵们的政策是绝对不会给贱民们妥协的，不然呢，牲口们就要蹬鼻子上脸了，上房揭瓦了。叫你生，你不生，好。面先知，我作为红贵啊，不，我作为了解红贵的人，我告诉你们啊，如果说借给你钱让你生孩子的这个政策你不喜欢，那接下来呢，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那就是你不生孩子，你就没福利，你的工资就会比别人少，你的待遇就要比别人差，你不会有医保，你不会有养老金，你不会有比较高的工资，你不可能找到更好的工作，谁让你不生孩子呢？听懂了没？就跟当年那个计划生育是一样的，反过来而已啊。当年你是多生了，你没人权；现在你是少生了，你没人权。当年你多生了，你就要被开除公籍；现在呢，你少生了，你就找不到工作，并且呢，我告诉你啊，不把你绑在床上硬让你生，都算是给你面子了啊。当然了，现在是文明社会嘛，啊，作为红贵们，肯定不会用这么粗暴的手段了，我只会把你逼得生不如死，谁让你不生孩子呢？谁让你不如你主子的意呢？对吧？你的待遇会比别人差很多，我会让你见识到什么叫做痛苦，明白了没？啊，你想想嘛，你不生孩子，你除了作为劳动力单位，那你也就没啥别的用处了，对吧？所以呢，我党会把你逼得非常非常的惨的，并且呢，你还要提供你的劳动力。各位大陆的观众朋友们，各位大陆的面粉们，准备好迎接地狱吧！你们活着每天都会被政策折磨的。各位，你们知道活着的地狱是什么样子的吗？所以说呢，赚钱跑路，这是你在墙内活着的唯一目标。否则呢，你就等着生不如死吧，你就等着见识见识，不对，继续体验在地狱生活，在人间的炼狱活着是什么感觉。天天被鞭子勒着脖子，被政策抽着屁股，是什么感觉？可以问一问西安人，可以问一问陕西人啊，可以问一问当年那些武汉被封在家里面的人，可以问一问这些被政策逼到死角的人啊。如果你想解套，你想改变自己的前途，你想赚更多的钱，想紧跟面具人的项目布局精准点位，布局早期项目的话，想要知道共产党坑爹的政策是如何害你的，做到提前预防，就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 办理会员入群手续。最后呢，祝愿各位大陆朋友们圣诞快乐哦！还有台湾的朋友们，地狱也离你们不远了。